布林肯和沙利文的说法变了，看清美国的利益诉求，才能正确地处理中美关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对中国人来说，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是一个非常老套的话题。虽然决定中美关系的是政府部门，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对美国的形象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观感。现在网友对美国的态度比较撕裂，主要是一部分人的态度是基于情绪，那么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才是关键。基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干涉，对中国发动贸易战、芯片战争、干涉中国内政等等勾当，美国的形象在大多数中国民众心中是完全负面的。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任何承诺都靠不住，他们只有遏制、欺骗和撒谎。当然也有个别人认为美国就是世界灯塔，对中国并没有那么坏，甚至认为中美友好是中国发展的基础。基于中美关系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，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到对俄乌双方的态度。最近在布林肯访华结束后，美国财长耶伦、美国气候大使克里先后访华，基辛格也到访了中国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似乎又看到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希望，但是似乎主要矛盾仍然悬而未决。在这一大背景下，布林肯最近在接受 CNN 采访时再次对中美关系表态，他说美国正在努力稳定对华关系，确保不让竞争演变为冲突，因为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。毫无意外，他将中美沟通和稳定当成了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近日同样谈到了对华政策，声称两国真的有可能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，美国将不得不无限期与中国共存，这会是未来国际格局的特点。与大国共存将是美国施策的基本战略前提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如何来看待美国政府要员对中国的新表态呢？首先，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不会变，但是美国也在寻求稳定中美关系，这一切都是基于美国的利益。道理很简单，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是为了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，而稳定中美关系也事关美国的根本利益。因为一旦引发中国对美激烈反击，必然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危机，也无法应对全球性的挑战。中美发生大规模的对抗，不管是贸易战还是军事冲突，都将冲击全球贸易秩序、供应链安全、金融稳定，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等等。美国想要的中美关系就是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，尽可能塑造对美国更有利的竞争态势，这样做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。所以我们看待美国对华政策时，不要把美国想得太好，也不需要想得太坏，理性应对是最关键的。第二，美国开始接受中美无限期共存的现实，这是他们看到了中国实力的一种体现。从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战，再到后来的芯片战争、对华高科技打压，美国现在几乎用完了所有可能的对抗手段，最后的事实证明他们根本无法压制中国。所以拜登政府已经不说对华脱钩，而找了一个去风险的说法。现在又提中美共存，都是美国承认中国实力强大的结果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不是美国对中国态度变得理性了，而是中国用发展和斗争为自己赢得了尊重。第三，美国更害怕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，在台湾问题上造次的可能性也在降低。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话题，很多人一定认为美国人想挑起台海冲突，甚至美军要下场干涉，这已经是老黄历了。可以这么讲，自从中国军队建立起了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，海空军实力全面崛起之后，美国已经失去了在台海武力干涉打赢的可能。所以现在的台湾问题可能会有反华政客的挑衅，
但是更害怕打仗的一定是美国，特别是美军。我们看待台海问题时也要淡定一点，因为主动权早已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上了。随着解放军实力的增强，解决台湾问题的代价只会越来越小，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总体而言，中美关系如何发展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，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利益。在试用了种种手段都无法遏制中国，又没有信心通过战争打败中国之后，美国最终还是会选择与中国共存。只不过美国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，塑造对自己更有利的竞争态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美国政府的手段太下作，难免会引起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不管美国好还是坏，他们对中国都不会好。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办好自己的事儿，搞好发展，增强自己的实力。因为任何尊重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。